像你们一生下来就哎呀整天就抱在肚子上摸妈妈肚子，摸妈妈肚子。美乐的家庭 Podcast。Hello， 大家欢迎回到美乐的家庭。今天这一集是母亲节的 special episode。哇 Yeah，Happy Mother's Day， 母亲节快乐 ，Happy Happy Happy， and Happy Mother's Day to all the mothers。呀，所有的母亲，对啊，最伟大的。所以就想说来问问妈妈一些问题，也可以问问我跟爸爸一些关乎妈妈的问题。I thought it would be interesting to start with this question， 就是我刚刚问你的这个问题。Do you ever regret only having 2 kids？ 就是我跟弟弟嘛，但是 I don't know, as a mother, do you sometimes wish that you had more？ 我一直都很喜欢小孩，对，我一直都很喜欢小朋友。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现在有时候看到孩子，就也都是每一个孩子我都好喜欢。对，那我自己会不会 regrets？ 我会不会有更多？好像也不会。然后我觉得有你们2个，我就觉得很满足，因为你跟弟弟很不一样，然后带给爸爸妈妈就是很不一样的 joy，很幸福。在我的里面，所以也没有什么 regrets， 但我现在还是可以爱很多的孩子啊。Yeah, well, maybe at this point 你就比较想期待抱孙子对，可能是抱孙子可能会更好玩，就想，然后你就希望我们生多一点。对对对对，你跟弟弟的话 Yeah, I know. It might be good to preface that 其实你们那时候甚至有想过可能不会生孩子，是不是啊？因为其实你们结婚好几年都生不出来，是这样吗？是真的是这样因为那时候我在念博士班，那时候压力很大。我们那时候刚搬到德州去，爸爸刚开始工作，那我就开始在北德，然后北德大也是一个很棒的一个音乐学院在那边修博士班那时候每天压力都很大，而且要 travel。要开长途的车子，大概都1个小时对，我也是那时候出了车祸，但是就是说这个长途的车祸，长途的这个开车，然后上课教课，还必须当 TA 有些东西就变得很觉得光是喘气都来不及，就我觉得都不可能生孩子，也没有在我的计划的当中。所以你们其实也没有计划要生yeah， 所以要生还是这种高压的这种状态还是比较不容易啦。我觉得现在好多的人都在高压的里面再加上手机对我们人体的危害，我觉得现在也是看到好多人都不太能生孩子那我那个时候我们是没有用什么手机啦，但是光是压力我就知道哇，很不容易生孩子。所以那时候婆婆也是就是跟国瑞讲说，你们怎么还不生孩子啊？会不会生不出来啊？所以你们是妈妈是27岁结婚嘛？26岁26OK， 所以4年没有生 Yeah， so that's good. I mean, I guess that's like a hopeful, you know, it's like 就是很多人也是很希望可以有孩子，but sometimes it's just 环境、时间 everything. Yeah， 我2个孩子都是 accident 可以这样讲那时候就压力很大，生不出嘛。后来我就出了车祸就变成必须要休学，在家里面好好的休息，好好的静养所以之后我就才可以有一个怀孕的体质， blessing in disguise， 安静下来。 the car accident， 对，所以也是一个很大的祝福，让我终于休息。Vincent 也是 Vincent 很特别。那时候我生完你之后，我就得了甲状腺低能的一个身体的一个不协调的疾病，是 hypothyroid。那时候医生也是说 hypothyroid 不容易怀孕，因为等于是整个代谢变得很慢嘛。所以我也是就说也就没有什么期待，
对，所以是 miracle baby，真的 miracle。我记得那一次我就去做身体检查，因为我就开始吃这个 hypo 的药，这样也吃好多年了，一直吃，后来就那天就去做一个 routine 的检查，那医生就忽然就问我说，哎，你要不要来这个验血一下，看看怎么样？我说不可能，我都没有计划怀孕。这样他说没关系啊，反正就是做个检查嘛。啊，这么巧。然后他就跟我说，congratulations，他说you are pregnant。我都吓坏了，怎么我就当场我的眼泪就掉下来了。我说哇，怎么可能？这样我就跟爸爸讲，居然就怀孕了。所以也是一个 Vincent 也是个 miracle baby。 Yeah, I'm so glad I have a younger brother. I can't imagine if I was an only child. 如果我是 only child， 我不会更难搞嘛？就是我这个性就是必须要有一个弟弟。至少帮我有一点点磨合 you know, like make me a little smoother on the edges. 他又这么跟你不一样Yeah. 你要不要讲讲 what's your favorite memory of us as kids or as for you as a mother? 你有一个最怀念的一个记忆吗？作为母亲。其实我在生养你们两个的时候我都觉得这个怀孕的过程很喜乐。因为我都没有什么症状嘛，就不像有些人怀孕什么还要躺着，还要什么，我都没有。那你什么都可以吃，我什么都不会想呕吐吗？什么都没有。哇，那也不错，非常的舒服，幸福然后吃维他命，然后我也觉得我那段时间好像特别健康。然后怀孕的整个过程都很舒服，产检一直到生baby， 你生的比较有点辛苦，第一胎那时候我本来一早还有我的音乐会，就没想到一早我就破水了，然后就被送到医院去，就准备生产，但没有想到又生不出来，所以本来是 July 4，一直到 July 5， 都过了国庆日，你 July 5的清晨3点半3点40分左右你才出来所以等于妈妈就是在那个我还记得我打那个 epidural 半身麻醉，有半身麻醉，因为很痛嘛，一直这样好像就是那种一种间歇性的这种一种阵痛那时候很辛苦，就一直都生不出来，然后也一直都不开这样。后来医生就说那给你休息，因为这样太累，就打那个就是让我不会那么痛的，我就打了 epidural， 然后就睡觉，然后到凌晨你才生出来，所以那个整个过程感觉到有一点点长，有点点痛苦这样。但是弟弟那时候感觉到要生，然后进医院好像不到2个小时就出来了，然后就很顺。所以我觉得母亲真的很伟大，怀胎10个月9个月，她带着这个 baby 在这个里面有的人生产还要剖腹，我还好，我都是自然生产。所以在生产的过程，我觉得是对我来讲是一个很美好的记忆啦。生理比较痛苦，但是也是好美的记忆。觉得那个 moment 好特别。爸爸 do you have any favorite memories of Mama as a mother？ 养育孩子我们在德州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是送你们去学校上学嘛，后来到加州的时候就决定让你们就是 homeschool， 那我是觉得 Melody 从小就是很独立，感觉上他就比较是可以 homeschool 的，可是那个 Vincent 就没办法，是还好是 Melody 带着弟弟一起 homeschool。我刚刚讲到，就是说我们在养育的过程当中都没有大人，没有家里的父母亲来帮忙，都没有，所以都是靠我们两个，我们自己不管是生产完，爸爸帮我烧汤什么什么就是他帮你坐月子，他等于没有啦，我没那么好他也没帮我坐月子啦，反正但是我们真的就是2个人。那但是呢，
我们有一群好朋友。所以你说我有没有一些育儿的这样子的一个美好的经验？我跟你讲，就是跟我们的一群好朋友。爸，你记不记得我们那时候华声合唱团？哎呀，我跟你讲，一群美好的姐妹弟兄们，我们当中你是第一个 baby， 所以我们这一群好朋友里面，你是我们的掌上明珠啊，就是我们大家都轮流报啊，每次我们一起唱合唱团，然后完了以后，大家就到我们家来玩嘛。啊，我们家又都是就是全部都开放的，他们一个礼拜要来个好几次啊，好几次，然后就是来，你们也蛮爱 party 的哈。我们都非常 open， 然后什么 Monday Night Football 啊，什么节庆啊，就是一堆人在我们家，你就是其中唯一的 baby。所以你们 you're the type of parents that 就是 baby 什么人都可以抱，什么人都可以抱。有一些 parents 是 not okay with that。对啊，你也习惯，你也很好，你从来不会那个娇生惯养，不会认人吗？你不认人。大概那一群人大家都太喜欢你了，每个轮流抱吃 I was pretty cute，pretty， 你好 cute， 你好胖胖，小胖胖小肉肉 ，a lot to love。对，然后又爱吃又爱玩，一直都不 ，yeah。都不吵不闹，好，我记得里面就是所有人都喂你吃饭，可能也是这样就喂的你胖嘟嘟，然后每个人都好喜欢你，然后一直到杨云阿姨啊，她生她的第一个想象，那才是第二个我们张中 baby， 你们就有伴了，但是你永远是我们的这个所有当中的焦点，对，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的经验是，虽然我们没有老人来帮忙，但是我们有一群最好的同伴，然后帮着我们养你，真的帮助我们养你。很多我们有些不了解的部分啊，真是，所以我就想到就好怀念。Yeah, I mean, this is a good point. 就是说 the Asian American immigrant story， 其实真的，我不知道台湾朋友们听，就是其实海外的华人哈，就是经历也是蛮特别，因为通常你在台湾，就是你所有身边朋友都在，朋友家人都在身边，呀，但是你们真的就是你们到了美国就没有家人，所以 community 朋友就真的变成很重要，还有邻居。Yeah, I feel like a lot of things that you're describing。你在形容，就是你在怀念嘛，就是我们那时候，你那时候会让我有一点感觉，好像现代的人比较缺乏这种关系。I don't know， 因为连邻居，像我们现在的邻居，我们都不太认识 ，you know，like we could probably try to be like friendly and stuff， 但是不会让我感觉不会。你觉得是一个时间现代的问题 like generational difference or 是区域性，美国会不会比较重视邻居关系，还是现在的美国也没有不太去重视邻居关系？你觉得是台湾 and America or you just generation？ 因为其实像我小时候，我还是也有一些记忆，就是去找邻居玩，但是到后面其实就不太有了。应该也不是，是因为我长大了，应该不是台湾美国的问题了，应该还是我们自己个性的问题，我们愿不愿意去跟别人去互动。就像我们也可以这样讲，也许是在美国的华人，因为我们这些我们邻居，然后我们也有教会嘛，教会生活嘛，呀。然后你又是钢琴老师，所以因为你是钢琴老师，所以就有很多的机会，还有合唱团指挥对不对？哈，对，所以那个时候合唱团华声合唱团也不是基督徒的嘛，他们是哈。那还有我也喜欢打球，打排球啊什么的，所以就认识很多朋友。那我的个性也会很主动会邀来我们家 party 啊，做什么，我觉得这还是蛮重要的 in a way， 所以你们算是比较主动的，然后会 go into the community build community， 然后后来你们信主了之后，可能教会就有一点取代这个东西啦， right？ 是真的是。我觉得现在的人好像因为住公寓嘛哈，很多时候就是即使是门对门的公寓都不见得知道对方是谁。对啊，是啊。那我觉得这个可能也还是需要
更主动一点去说，哎，我们是新邻居，好，送个蛋糕，打个招呼 ，I don't know， 你觉得 maybe 会不会也是大城市跟 suburbia 的不一样？because 大城市就是来来去去，然后很多人，可能有时候太多人，你就更不会想认识真的也人，碰不到。但是在 suburbia 或者小城市而 local，散步啊、遛狗啊，就会碰到，你就比较可能会看到孩子在外面玩，或者I don't know， 在台湾可能比较少，因为房子太小，大家没有那个 lawn。在美国就是 everyone you share a lawn or whatever and you have the big wide open streets， 大家比较可以玩。like I vividly remember 我们那时候搬到 Elm Street， 然后没过几天就有人敲我们的门，嘟嘟嘟，然后我们一打开门就是一个小白人，他说 Can I be your friend？ 就那么直接这样，然后他就开始来了，他就跟 Vincent 就开始玩，然后他们就会 share Lego 或怎么样，我就觉得其实美国人还真的比较 friendly， 不过我觉得就是像你们说爸爸妈妈刚好你们也是真的蛮开放的，其实我们家刚好我们4个人都蛮外向的我们都很愿意，都好像没有一个是特别内向的，所以我们都蛮愿意就是去社交，然后去认识人。有啊，我们在德州的时候，我隔壁有一个阿根廷来的一个医生，他2个孩子来我们家吃饭，然后他每次都是白饭泡酱油，他就很高兴。他来我们家看我们吃很多东西，他又不不敢吃，他就说 I want rice。然后就加一点 soy sauce， 他就很高兴，好好笑。他常常来，几乎每天来，好好玩。对对对，好好玩。So many good memory 哈，让我们去怀念。所以其实 as a mother, like they have a saying, right? 就是 it takes a tribe to raise a child. It takes a tribe. Yeah， 我觉得当母亲真的很不容易 ，especially in this day and age. 不是说 this day and age， 就是如果 we have the wrong idea that it's all the mother's job. I really think that's impossible, right? 觉得妈妈真会 burn out， 很累。Yeah， 我觉得孩子也真的很不好，一天到晚关在家里面，我就觉得，台湾这样子的一个这种公寓式的房子哈，还真的不太适合养孩子。但是因为台北啦，就是比较没有那么多空间啊，所以那怎么办？你真的啦，然后可能大家不放心孩子自己在外面，所以 yeah, it's a little difficult. It's also not just 台北。I feel like 在美国就是讲到安全的问题，以前大家真的比较放心，就是把孩子放在外面，你说就8点回家 whatever， 然后就讲一声。现在好像真的不敢，现在就不太敢，因为太多故事了，you know。我们那个时代，你们那个时代，小时候还真的很安全， Yeah， 很安全。我觉得，yeah， except for 后来我们搬到那个 Kennedy 旁边 ，right？ 然后后来我们搬到加州，我们教会附近的 neighborhood， 其实是我们那个城市比较犯罪的地方多 ，yeah， 有 gangsters and stuff like that。然后 Vincent 的确是有遇过，就是 he's riding his bike, he's like on the bike, and then 就有人要偷他的 bike， 都已经拿了，那叫抢。Yeah， 不是拿，是要抢。对 ，they wanted to steal his bike. He was riding it. Like they wanted to take his bike. Like I think he got off the bike to talk to them, and then because they were getting his attention, and then they like took his bike, and then Vincent 趁机看到他们有一点分心，他们好像看到旁边什么东西，他就趁机又把他的 bike 拿回来骑，然后就骑了绕圈圈绕好多的 neighborhood 的圈，然后才回家，就是 try to get them off his tail。对。So 的确还是有这种事情，对，他有点轻描淡写，但感觉到有点恐怖。所以我们弟弟也是蛮疯的，没有，就他也是很勇敢的一个男生。不过再讲回来，那个时候的这个整个 environment， 我觉得也塑造了你跟弟弟的一个性格啊，所以我觉得，因为你真的就是被大家一起我就说哈，一起在养的，好，不仅仅说妈妈一个人一天到晚看着你，好，大家都喜欢你，当然你有这边跑那边跑，邻居家也去，我的学生家你也走一走，哇，反正就是表哥表姐到处走一走，好，我觉得就你的性格上
你就比较我自己觉得就比较 open， And that's a good thing. 我觉得 very good thing。 So this question is nature versus nurture. 对，就有一些东西是这孩子天生的性格，还是因为他环境塑造成的？那你在提供的是可能是环境，就是那你会建议母亲这样子做吗？就是家长这样子做，就是多多的让孩子接触到各式各样的人。我是非常赞成。我觉得尤其是孩子小的时候，他的性格0到5岁嘛对，他的性格被塑造哈，一定不能就是好像关在家里头，那后来见到人都会害怕，然后都会哭啊闹啊或什么的哈。Yeah， 的确就是性格好像就是在0到5岁这个时候会比较定型。But it's kind of unfair, don't you think？ 就是 COVID。Let's talk about that 疫情就是很多家长那在疫情当中生的孩子，或者经过了那一段时间，可能这件事情真的就还在这个孩子身上的影响不小因为就至少整整1年到1年半2年2年，对。但是然后还有there's still continuing effects， 就是大家整个社会现在变成都更拘谨，你不会那么想要让你孩子去接触到各式各样的人。你现在讲到那个拘谨这2个字，我真的看到现在好多的孩子初中生年轻的孩子，他们到哪都还是戴着口罩，到现在他们好像感觉上他们把口罩当作是一个我跟你是一个隔离，好像他其实不见得真的是因为那个 virus 或 whatever， 而是他会觉得这是他的一个安全感。他已经不太。在美国也是啊，我们上次在轮船上，但是美国更开放啊，比台湾美国应该比较好。我觉得我是看到，上次在轮船上不也有一个家长讲，他的孩子在高中就永远就是都不拿下来了，都不拿下来。他是美国人，美国孩子。对，就好像这个东西就是我的一个 protection， 而且不是只是 protect virus， 是 protect 一个我的 privacy 这样子。or shame， 因为其实我觉得年轻人we all feel awkward， 就是你在那段时间，每一个青少年都是会觉得很尴尬，然后有一点害羞，或者觉得自己很丑，you know， 真的everyone feels that way。但是以前你就没有这个选择可以戴 mask， you just had to face，you just had to deal with it。You just had to be awkward. You just had to be ugly. You know, you just had to deal with it. 那现在有这个选择，你可以 hide。其实我觉得因为我们家是 homeschool 嘛我就想讲一下，就是说homeschool 的，因为 homeschool， 所以 Melody 你会有一些同你的朋友大概就是一起长大这样子，然后就是说不是只是因为学业的这种竞争关系，而是真的就是朋友关系。那我觉得很多孩子他们在这种所谓的 formal 的这种学校里面长大的他的都是跟他同年级的孩子长大的，然后他就跟其他的年级的相处就比较 awkward。那我觉得 Melody 跟 Vincent 在这个上面就看到你们有一个自由。就我很多朋友可能就是比我大很多，大或小你都知道怎么去跟他们 talk。就是因为 homeschool 嘛，然后你跟妈妈都比较忙，所以其实很多 Vincent 的功课都是我在帮他在看然后也蛮特别啦。所以其实今天是母亲节 ，so we want to honor 妈妈。It's just kind of funny because I feel like sometimes in our house， 其实 I feel like a second mother too. I don't know, maybe this is like practice 我在带 Vincent 的时候很多事情我没有做但是就是在有一些方面我的确就是要去管他一下，因为妈妈实在太好了，你都不太去管不是啊，就是你很 nice 所以有时候比较严肃的反而就是我。我们家好像最严肃的是你，我跟爸爸都有时候其实你跟爸爸 is a very interesting combination， 因为通常 I feel like in a lot of families 就是会有比较散
you know 的那个，然后有比较严肃的那个。Whether it's the husband or the wife， 但我在我们家其实你跟爸爸都不太严肃，就是爸爸会严肃，但是你是什么时候严肃 ？You're just like 你在你自己在乎的事情上严肃，但是真的说实话，在我们家庭的事情上，你不在乎啊。可以这样，其实爸爸不是很在乎家庭的事情。可以 ，Is that fair to say？我那个时候就是很专注在我的工作上面嘛。Yeah, I think a lot of Yeah, husbands 我觉 are 得 like that. 中国父亲大概都是这样。我觉得好像我只要把工作做好，赚钱养家，这就我就达到我的责任了嘛。Yeah, yeah. 呀，至于说你的老师啊，叫什么名字啊，你的医生啊，你那个这些东西，我觉得妈妈应该都会 take care 我就不用再去花脑筋了。这 Yeah. 样子。 Have you seen that Jimmy Kimmel clip? Yeah, you know what I'm talking about, where he asked the dad like, "So what's your kid's birthday?" Yeah. Old is she？ And then, yeah, how old is she? 然后那个父亲都讲不出来，然后那个妹妹就说 My birthday was yesterday. 然后这父亲就哦 yeah. Come on， 我真的知道你们的生日啊。这个你知道。呀，我倒是听过那个有一个笑话，那个是成龙自己讲的笑话。他说他有一次好不容易他太太叫他去接孩子，然后他就很高兴，他说我终于这次有空跑去接孩子，结果跑到那个学校，结果等了半天孩子没出来，后来跑去问，他说你的孩子已经从小学进了初中，已经换学校了，就他还在小学门口等孩子。我比他好一点啊。Yeah. 爸爸还是比这个好一点。Yeah, but I think it's typical for a lot of husbands or fathers， 就是做好你的工作啦，然后给家庭赚钱啦。那通常比较真的是妈妈会去管很多的细节，就是孩子的医生啊，孩子所有的需要啊，吃的药啊，交然后朋友的情况啊，交朋友的情况啊，或者谈恋爱的情况啊，所有东西，教会服侍的情况，就妈妈都会搞得比较清楚。这是真的。所以我真的想要感谢妈妈，真的在这方面I feel fully supported, emotional support, and I do feel like 这也是母亲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Yeah. 我有记得有一个笑话嘛，就是孩子跟妈妈就会打电话回来跟妈妈讲，妈妈我的那个袜子在哪里啊，我的衣服在哪里啊，我的什么什么这个，然后妈妈都知道，都会帮他那个。结果后来孩子跟爸爸打电话的时候，爸爸接电话，他只会问一个问题，说妈妈在哪里。Yeah. 或者爸爸也不会讲，然后大概就只讲一句话，就说交给妈妈。你妈妈在哪里？这样子。对 Yeah. 呀，爸爸一般都比较不会讲话了。我觉得神创造父亲母亲还的确也是不一样啦。好，父亲的角色你要 provide protect 这个 promote 那我觉得爸爸在这上面也都很尽心。那我觉得身为一个母亲，我觉得就是一个爱嘛。像你们一生下来就就整天就抱在肚子上，摸妈妈妈肚子，摸妈妈肚子，就说我觉得我这一生心思意念就大部分都在孩子身上。一睁眼一闭眼一早起来就想到要怎么样吃喝洗衣服照顾孩子他们的情况。我觉得这好像就是一个母亲的天生的天职。你觉得这是天生，还是这是环境社会告诉你这是母亲的责任？我觉得这是我感觉是我的天职，我觉得很乐意。我也觉得里面充满了，看到你们我就喜乐，不管你们做什么事情我都觉得就都可以接受。我觉得这的确有点天生的。你知道前两天我跟你们讲，我看到一个影片嘛，有一只鳄鱼
在追一只小鹿嘛，它过河嘛，那个小鹿从河这样子过，然后后面就鳄鱼这样追，就眼看着要追上，突然有一只鹿就跑过来，就停下来，就让停在那个小鹿跟那个鳄鱼中间，然后后来那个鳄鱼就吃了那只大的鹿。那后来我就跟 Melly 在讲，然后我们就说那一定是母鹿，一定是妈妈。后来你就问我说会不会是公的？我们想一般不太会。 No, I didn't ask that question. I said you 爸爸就想说如果是他会要做这件事情吗？然后我就说如果今天是妈妈看了这影片，她连想都不用想。所以 tha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爸爸跟妈妈，就是你还要想一下我会不会要做这件事情，妈妈不会要想一次。没有，如果是爸爸就会去跟那个鳄鱼去打架就会去用我的鹿角去顶它，去跟它打架。但是那个母鹿它没有那个角，它就直接就站在中间就牺牲了这样。所以不是说我不愿意我会想说我要用什么方法去打退它。这倒真的是，这倒是。Actually, that's a good point. 因为父亲如果完全就牺牲了，你也就没办法 continue to protect and provide。对。所以你可能第一个反应是，你也还是需要 just like on the airplane, you know, you have to put on your own mask first before you put it on your child, because 你自己要先存活，你才能够保护你的孩子。但是母亲通常就是不管，就直接先放在孩子身上。对，是，所以这是很奇妙的。我觉得神在创造这个人类的时候，真的就是从母亲的里面就有那一份就是要保护孩子，要为孩子牺牲的那一份，很特别。我觉得不仅仅是我身为一个母亲，我看到很多真的好多很伟大的母亲。Do you ever feel like under any circumstances you would regret being a mother or parts of motherhood? 就是身为母亲的哪些部分你可能会觉得不是遗憾，或者可能就是比较挑战的啦。我现在能够想得到身为一个母亲带孩子最大的挑战就是我怎么能够带领我的孩子进入到更深的基督信仰当中。我觉得这对我来讲是比较大的挑战。但这可能也要定义一下进入基督信仰的意思，你的期待到底是什么？对，我期待我的孩子能够真的这一生都紧紧跟随神，到老都不偏离我希望他们能够在人生的道路上是能够真正信神，而且被神保护他们也能够敬畏神。我觉得这个好像对我来讲目前是比较大的挑战。比较是属灵生命或品格上不见得是一个宗教的事情。不是我觉得你们的品格我都还蛮放心了。感谢神你跟弟弟的品格我都很感恩，我很 trust。对，但是在基督的信仰的当中，我觉得的确神也会带领你们。但是所以这个部分是目前啦，我觉得也还是要常常要祷告的。It means a lot to hear you say that. It means a lot to hear that you trust me, because I actually remember 我年轻的时候 maybe I was like 12 or 13, I asked you, I don't know if you remember, 有一次在车子上，我可能是想要做什么事情或者去什么地方，然后你就不让我去，然后我就记得我有明确的问你，I was like, don't you trust me? 然后你那时候我说 no, yeah, 我不 trust。 我有一点惊讶，I was like, huh? 我好像还记得这个 conversation. You remember? And I was like, she's being honest. She really doesn't trust me. Yeah, I still remember that moment. And I think that was actually a very good thing that you did. Just because you were honest with me. 因为我觉得有时候母亲或者家长他们会觉得我就讲我孩子想要
听的话 like I want to be their friend or yeah of course I trust you but 的但其实在那 moment you really didn't trust me and you told me that 那其实这让我意识到可能真的 like why like what have I done or what have I not done to not gain your trust you know 所以其实那是的确是有让我反想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你那个时候做的决定你这样子诚实的跟我说是好的 and then actually that makes it mean so much more that you can say now that you trust me 所以我就知道你是讲真的对Yeah. 对，我真的觉得我现在开始信任你。那你觉得wha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不是 me 就 then and 不 me 是 now 反正就是不是就不是不是就是不是，因为这是妈妈里面的一个 什么 guts feeling。 yeah. 对，因为你真的是不够成熟，你真的是会闯祸的。所以孩子真的就是很烦或者很 annoying 或者怎么样 like sometimes they need to know that 就是父母亲不能对孩子也太过度包容，就是有时候他们也必须要知道，当他们就是 you just no you don't have my trust you know so no yeah, 我想这个不是说我不 trust 你我就永远不 trust 你 yeah OK 我想这个也要跟孩子教导，就是说这个爱是可以是无条件，爸爸妈妈爱孩子可以是无条件的爱，可是信任孩子仍然是需要去怎么讲，就是说他要赚得gain trust 信任不是无条件的，信任是需要被赢得或赚得的我就记得那个 Dennis Silk 他在一本书里面，那个书是叫什么 keep your love on keep your love on keep your love on 那它里面就讲到一个例子，就是说他的孩子那个时候高中毕业的时候要去参加大概就是那种舞会还是什么那种好像是那种 homecoming game、homecoming game 之后他们孩子们要去 party， 然后呢孩子跟爸爸妈妈讲，他说我可不可以去这样，然后那个 Dennis 就跟他讲说，因为你拒绝不让他去，这孩子也已经高中要毕业了，但是你让他去，你也知道就是说这种高中毕业舞会之后的很多的这种喝醉这种东西闹事 the last party of the year 然后后来 Dennis 就跟他太太就很郑重的跟孩子讲说we will trust you OK 但是你也要让我们知道说 you are trustworthy 那你要答应我们几点钟之前回来，我们会让你去好像就是也要 build 一个 relationship， 不是说那 trust OK 那你就随便吧，就这样就是说我也有我的，既然要被 trust 是有一个 responsibility 也有一些 boundary，那我是觉得，所以我们说今天我们对 Melody 的 trust 或对 Vincent 或怎么样，是因着你们的一个长大成熟，所以这个 trust 是跟你们的 maturity 成熟度是有关的，而不是说因为我爱你所以我就必须要 trust 你，那就变成溺爱了啦。Yeah, so love can be unconditional, but trust is not. Trust is conditional. 就是 you can break trust and you can earn trust. 那我觉得真的就是很感谢爸爸妈妈，你们也是像爸爸说就是弹性的，就是你们可以从 no trust 变成 build the trust。就是其实我觉得父母亲跟孩子关系是一直在，它是活的 ，it's constantly evolving along with the person。就是其实不是只是孩子会改变。就父母亲也会改变，其实我觉得这也很重要，就是说可能之前孩子对父母亲也是会有一些成见的，就是 I'm never gonna talk to you about this, I'm never gonna trust you again。 但其实我觉得也很重要，就是让父母亲知道这个东西也是可以改变的，是可以恢复的，你跟你孩子的关系，甚至你跟你媳妇的关系，就是 a lot of things 关系就是活的，很好 you know， 所以其实在我们的关系里面，还有我跟妈妈关系，我们很多东西
借着沟通，借着很多慢慢培养那个 trust。I also trust you more than I used to。可能以前很多东西，可能像教会的事情或服饰上面的事情，我会觉得，也许我们是敌派，whatever like。但是现在我会觉得 ，No, we're on the same team, know。然后我可以把我所有心里面的话都跟你讲，所以我觉得这是很好的，就是一个盼望，知道关系是活的，是可以一直改变，是可以一直进步，越来越好。所以谢谢爸爸妈妈，然后这样子的模范，特别 Love you， yeah， 特别谢谢妈妈，母亲节快乐，母亲节快乐，快乐快乐 ，satisfied。